认亲宴上，贾千金茶里茶气地说：“我就知道姐姐一回来，爸妈就不会再要云云了。”下一秒，爸妈把贾千金扫地出门。学校里，贾千金故意造谣：“我听姐姐说，校草对姐姐一见钟情，得不到姐姐的爱，宁愿去死呢。”下一秒，贾千金爱而不得的校草跪地求我爱她。贾千金原地崩溃，发狂发疯。我是京城首富家走丢18年的真千金。认亲宴当天，我穿着灰扑扑的衣服，活像只丑小鸭。顶替我身份的贾千金却穿着定制礼服，头戴钻石皇冠，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贾千金故意茶言茶语：“姐姐这身衣服真独特，该不会是哪家秀场的新款高定吧？”贾千金阴阳怪气，我知道她是在故意讽刺我，但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我得到了假话成真系统。只要我想，我能把任意对象的假话变成真话。等纪云讽刺完，我打开系统，默默按下兑换键，兑换成功，假话成真。一旁来参加宴会的时尚界名流设计师拉住我的手，语气激动：“天啊，这可是安国知名设计师 H 女士发布在时装周上的最新高定，你是怎么得到的？你认识 H 女士吗？我能不能加你的联系方式？”设计师看着我，语气讨好。纪云直接傻眼，他快步上前，横在我和设计师之间，故意问：“您是不是看错了 H 女士的作品？怎么可能是这么破烂的乞丐装？”纪云语气鄙夷，话里话外的嫌弃遮都遮不住。偶像被侮辱，设计师坐不住了，他拿起手机，找到昨晚发布会的视频，直接把截图对到了纪云脸上。纪云顿时小脸煞白，因为我身上的破烂衣服的确和 H 女士设计的新款高定一模一样，而那件高定是昨晚刚发布的新款，我就算想买盗版，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到一模一样的。打脸完，纪云设计师继续讨好的围着我转，被忽视的纪云脸都绿了。他是学艺术的，而那个设计师是他舔了半年都没舔到的大佬，快被气死的。纪云看到了桌上的红酒，他灵机一动，顺手拿过酒杯，夸张的惊呼：“哎呀，我不小心被裙子绊倒了，怎么办？”纪云故意假摔，想把红酒洒在我身上，让我当众出丑。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惊呼完的同时，假话成真系统生效了。啊啊啊啊！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假摔的纪云踩到了地上的水渍，假摔变成真摔，脚踩18厘米恨天高的纪云原地劈叉，面目扭曲的跌倒在地，韧带拉伤严重。纪云维持着劈叉的姿势，痛哭流涕的被抬上救护车。大厅瞬间鸦雀无声，来访的宾客目瞪口呆。纪家备受宠爱的小女儿，在走丢的大女儿的认亲宴上当众出丑，这可是大新闻。宾客们一边震惊，一边录像转发。不到10分钟，纪云被救护车抬走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流社会。纪云最在意面子，要是知道这件事，说不定会当场拿根面条吊死自己。想着那样的画面，我有些好笑。只是还没高兴多久，被我标记为便宜爹的电话打了进来，是纪家夫妇的来电。我这个亲女儿要认祖归宗，他们不闻不问，连个信息都没发。但纪云只是摔了一跤，纪家夫妇就马不停蹄地从隔壁市赶来，甚至动员全家去医院探望纪云。我原本懒得过去，但实在想看纪云还能整出些什么幺蛾子，便在第2天打了车，慢悠悠地赶往医院。医院病房内，小脸苍白、梨花带雨地对着我名义上的便宜爹妈哭诉：“爸妈，您别怪姐姐，姐姐是不小心推我的，我绝对不是故意的。”纪云颠倒是非，睁着眼说瞎话，骗术蠢的傻子都能看出来。偏偏我名义上的便宜爹妈蠢的连傻子都不如，他们信了纪云的鬼话。继父更是转身对着刚进门的我沉着脸命令道：“跪下，给云云道歉。”我清楚地看到纪云洋洋得意的表情，却懒得拆穿，只是打开系统，慢悠悠地按下兑换键。见我一直不说话，继父被气得面红耳赤，他抬手抽出皮带，想用家法好好教训我一顿。纪云却在这时走下病床，他因为摔倒韧带拉伤，每走一步都疼得要命，却还是忍着剧痛，龇牙咧嘴地走到我面前，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在自己身上轻轻推了一下。演完戏后，纪云夸张地倒退数步，跌倒在地，不受控制地大喊：“哎呀，我不小心被姐姐推倒了！”纪云喊完的下一秒，病房恢复安静。我似笑非笑地看着纪云，而纪云坐在地上，慌不择路地向沉默不语的纪家夫妇解释：“爸妈，你们听我说，我是被摔坏了脑子，才不小心干了傻事，条件成立，假话成真。”纪云还在说话，脑袋就被一股无形之力强行按到了地上，摩擦摩擦再摩擦。等摩擦结束，纪云在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变得一身狼藉，只会流着口水，啊吧啊吧地装傻。纪家夫妇惊恐万分，连站在旁边的我都顾不上，慌不择路地带着纪云去找医生。纪云运气不错，只是暂时神经错乱，留院观察几天就能好。纪家夫妇爱女心切，推掉所有工作，留院照顾纪云。我这个刚回家的亲生女儿却被他们抛之脑后，所有人都以为我会难过，但实际上我乐得清闲。没有纪云在耳边喋喋不休，我难得睡了个好觉。但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恢复正常的纪云就办理了出院手续。纪云回家那天，我穿着睡衣正准备去扔垃圾，却意外撞上了簇拥着纪云进门的纪家夫妇。纪云仍穿着蓝白病号服，小脸惨白，弱不禁风，
一旁的继母心疼的不行，恨不得把季云放在心尖上捧着。只是一抬头看到不远处的我后，继母脸上的慈爱瞬间消退，冷着脸不悦地问：“你愣着干什么？看你妹妹受伤，你很高兴吗？”继母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季云乐见其成，却还是维持人设，继续装老好人。妈，你别这么说，我和姐姐都是你的女儿，不是吗？继母看不上我这个乡下来的亲女儿，但季云发话，她也一脸宠溺的应和：“是啊，大的小的都是心头肉，妈是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这句话有点意思，我眉梢一挑，对这句话的真假提起了兴趣，于是打开系统，点击兑换。下一秒，原本对我爱搭不理的继母突然朝我奔来，她接过我手里的垃圾，一反常态的对着我嘘寒问暖：“菲菲渴不渴？饿不饿？新家还住得惯吗？有什么不喜欢的，一定要告诉妈妈，妈妈会全部帮你解决的。”继母一脸慈爱，用刚刚对待季云的态度对待我，我却一脸嘲讽，因为我使用的是假话成真系统，系统生效就代表继母心底在意的，从始至终都只有季云，对我的好只是口头敷衍。但多亏了他们的表里不一，这世上最爱季云的两个人被我分走了一半。我笑着接受了继母的示好，接着抬起头，饶有兴致地欣赏季云破防的表情。季云明显没想到继母会说到做到，以至于他下意识地拉住继母的手，委屈地开口质问：“妈，你怎么能对姐姐像对我一样好？”继母语气理所当然：“你姐姐和你都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厚此薄彼呢？”季云彻底傻眼，他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通继母对我的态度为什么会180度大转变。随后不等他再质问，继母又开开心心的去给我准备卧室，完全没把季云放在眼里。季云习惯了被众星捧月，平生第一次被忽视，眼圈立刻就红了。继父心疼的不像话，一边搀扶季云，一边厉声训斥我：“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快来帮你妹妹拿行李！”我吹了吹指甲，无动于衷。我回家的时候，季云可没帮我拿行李，凭什么我要帮他？你该不会是在搞区别对待吧？继父老脸一红，本能的狡辩：“你说什么胡话？我向来一视同仁，只是云云他。”不等继父把话说完，我再次打开系统，假话兑换成功。继父双目失神，口中喃喃自语：“一视同仁，要一视同仁，云云有的，菲菲也要有。”念完后，继父拿出手机给我转了1800万，这是季云过去18年的零花钱。接着他又拿出纸笔，给了我10套房，还有公司3%的股份。继父履行了一视同仁的承诺，短短半个小时就把季云过去18年曾拥有过的一切全部1比1复制了一份给我。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分走，季云慌不择路，冲上去拽住继父质问：“爸，你不是说我才是你唯一的女儿，其他人都取代不了我吗？”季云哭得梨花带雨，换作平时，继父早就过来安慰他了，但今天继父只是冷静地推开，季云麻木地重复要一视同仁。继父一边说，一边把行李全部塞给季云，语重心长地叮嘱：“菲菲回家的时候是自己拎行李，所以你也要自己拎行李，不能麻烦菲菲。”教育完季云后，继父挥挥衣袖走了。季云气得握紧拳头，继父一走，他就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问：“你是不是给爸妈下迷魂药了？如果不是被下了迷魂药，他们怎么会突然变心？”我拍拍季云的手，故意引导他：“谁知道呢？可能是区别对待女儿的消息传出去，不太好听吧？”季云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一点。豪门区别对待养女和亲女的消息传出去的确不好听，但如果亲生女儿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那再区别对待就理所当然了。季云满脸恶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拎着包裹离开。他自以为在挑衅我，我却只觉得好笑。虽然季云没说，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以为季家父母是想把我养废，好彻底抛弃我，所以怜悯地盯着我看了好几天。但渐渐的，季云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发现季家夫妇好像是真心对我好，新款的包包、新版的首饰，体贴入微的照顾和关心，这些曾经只属于季云的东西，现如今1比1复制给了我。其实季家夫妇只是多分了一份爱给我而已，又不会少了季云那一份。但季云习惯了独占，连一视同仁都接受不了。最后在季云生日那天，看到季家夫妇准备了2份蛋糕，季云彻底爆发，我就知道姐姐一回来，你们就不会再要云云了。季云哭得我见犹怜，自以为这样做能够逼季家夫妇做出选择，让他们抛弃我。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开口的瞬间，我再次动用了系统，假话成真。季家夫妇恍然大悟，对呀，亲女儿都回来了，还要假女儿干什么？想通后，季家夫妇连夜把季云打包扔了出去。就这样，季云在自己18岁生日当天被赶出了家门，孤零零地睡了一夜桥洞。次日清晨，季云被季家抛弃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上流社会和学校。季云照常抵达学校，只是这一次送他的私家司机不见了。有同学安慰季云，觉得他可怜，但季云察言察语的故意说：“没关系，只是各归其位而已，你们不用担心我，我没难过到睡不着。”季云原本是想营造自己坚韧不屈、倔强的小白花人设，可他的每句假话都会立刻成真。季云都说没关系了，安慰他的同学自然无所谓的离开。接下来整整1天都没有第2个人去关心季云。
季云坐不住了，放学后她主动找到自己关系最好的闺蜜，明里暗里的诋毁我，说我抢了她的东西。闺蜜却理所当然地说各归其位罢了，你占了季家千金的身份那么多年，现在还给季飞不是很正常吗？连最好的朋友都不站在自己这边。季云没办法，只好买通网红，捏造了一个养女被逐出家门，被迫流落街头的凄惨故事。她本以为自己会被大家同情，毕竟真假千金的话题一直是永恒不变的热门。结果大片通稿发出去，愣是一点水花都没起来，就连仅有的几条评论也都不觉得他被赶走有什么问题，毕竟他只是被报错，又不是没爹妈。现在亲生女儿回来了，大家各归其位，不是很正常吗？看着这些气死人不偿命的评论，季云脸都绿了，但即便如此，他仍不气馁。网上的舆论战打不赢，他转而把目光投向学校，学校的学生大多单纯，他的小把戏对社会人不管用，对学生就不一定了。打定主意后，季云在次日清晨冲进我所在的班级，他手里高举着白色信封，像是生怕没人听到一样，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冲着我喊：“姐姐，校草给你写了情书，说的不到你的爱，宁愿去死呢。”我放下笔，无奈地看向季云，他的小心思显而易见，摆明了是故意编造假情书，又以我妹妹的身份广而告之，想让那位出了名高冷的校草厌恶我，让学校里的人觉得我丑人多作怪。但季云的假话会成真，我苦恼地托着腮，感觉自己可能要遇到大麻烦。如我所料，当天下午校草顾周找到了我，人群中的季云一脸兴奋，等着顾周当众打脸我，讽刺我痴人说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他没想到的是，众目睽睽之下，顾周竟真的对我单膝下跪，深情款款地说他喜欢我没有我的爱，宁愿去死。季云当场发疯，因为顾周是校草，也是他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季云曾经拿钱倒贴顾周，他都没有多看他一眼，而现在顾周却说他喜欢我。当着众人的面，极度发狂的季云扑上来想掐我的脖子，但还没碰到我，就被闻风而来的保安制裁，强行拖去教导处冷静。我拒绝了顾周的告白，但他并未气馁，反而对我爱得越发热烈。我不堪其扰，甚至后悔没在季云乱说话的时候阻止他，可惜后悔已经晚了。顾周依旧每日对我高调示爱，季云也因为顾周越发憎恶我，他刻意用假话诱导大家对我的恶意，希望大家能孤立我、排斥我，最好是彻底厌恶我。只是假话会成真，季云说我会资助学校教学楼，会给贫困生发奖学金，是天大的好人。第二天学校就收到了翻新拨款，学习环境大大改良，同学们双手合十，夸我是菩萨转世。季云说我是天才，下次考试必定是第一，现在的第一连给我提鞋都不够，下次考试我直接怒甩第二，50分，一举成了学校建校以来不可超越的神话。季云还说我美的不可方物，数百个经纪人求我签约，顶流影帝全对我一见钟情。第二天学校就被密密麻麻的经纪人围了个水泄不通，还有顶流影帝还在热点新闻上挂了3天3夜，我为此深感苦恼。过往的18年，我代替季云留在小山村，山村偏僻，师资力量差，常年日晒风吹，我的确口袋空空，成绩一般，长相一般，但架不住季云热衷撒谎，而他的谎话每句都会成真。见从其他人身上搞事行不通，季云干脆对自己下手。为了扳倒我，他把电视剧上的栽赃套路全都用了个遍，比如故意跌倒，查理查气地说我不是故意推他下楼梯的，结果下一秒季云真的从楼梯上坠落，被摔得小腿骨折。比如故意在自己脸上划出小伤口，流着泪说不是我害他毁容的，结果下一秒季云被碎裂的玻璃片割伤，如花似玉的脸变得面目全非。比如故意摆出忧心忡忡的姿态，红着眼说自己在校外遇到的收保护费的混混绝对不是我的人，结果一放学季云就被真混混拽进小巷，被揍得鼻青脸肿。假摔变真摔，假倒霉变真倒霉。短短几天下来，季云自己把自己整得伤痕累累，精神恍惚，最后甚至得了骨癌。其实也怪季云自作自受，被赶出季家后，他没有去找真正的家人，仍觉得自己是季家千金，以为季家夫妇早晚会求着他回去。可他等啊等了好几个月，等得脸上冒痘，都没能等到季家夫妇的求和。最后是季云先坐不住了，因为受不了外面的苦日子，他开始卖惨博同情。他数次打电话向季家夫妇哭诉，说自己摔倒了，生病了，发烧了，被小混混劫持了。季云哭得稀里哗啦，换做平时季家夫妇一定会第一时间安慰他，但现在不会了。从季云说季家夫妇会因为我的到来抛弃他的那一刻起，他的谎话就已经成真。季云非但没能博得季家夫妇的怜爱，反而被真正意义上的舍弃。季家夫妇被骚扰得不厌其烦，干脆拉黑了季云。季云病还没好全，又惨遭拉黑，看着无法拨通的电话，他彻底慌了。他手里不是没有存款，但离开季家的这些天里，他又要住总统套房，又要买营销黑我，又要找人帮忙演戏，又要维持最基本的体面，银行卡里的几十万不到1个月就花得所剩无几。没办法，季云只能对自己下狠手，他用最后的钱买通媒体，说自己得了无法治愈的骨癌，希望能在临死前再看养父母最后一眼。这件事热度炒得很高，季家是首富，季家夫妇也算半个公众人物。迫于压力，季家夫妇最终还是去医院看了季云，并请了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季
季云喜不自胜。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自己马上就能回到季家时，一份体检报告打碎了他的美梦。报告显示，季云的确得了骨癌，而且是骨癌晚期不可治愈的那种。拿到体检报告后，季云不敢置信，当着媒体的面开始发疯：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真的得癌症？他慌不择路，逼着医生为自己重做体检。医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不管做多少次，结果都始终如一，骨癌晚期不可治愈。季云双目呆滞，瘫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体检报告。几分钟后，当着众多媒体的面，他大吵大闹，歇斯底里：骗子，你们都是骗子！那份体检报告明明是我故意伪造的，怎么会是真的？你们就是在合起伙来骗我，对不对？季云疯狂质问医生，医生愣在原地，一脸错愕地看着他。就在这时，闪光灯的声音响起，季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一脸惊恐地扭过头，却见记者正对着他疯狂拍照，而摄像机旁的录音机始终没有关过。季云彻底慌了，他什么都没了，金钱、父母、爱情、地位、健康，如今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只剩那些人对他的同情，他不能连这个都丢掉。季云像疯了一样阻止那些被他请来的记者拍照，但已经晚了。虽然很不道德，但媒体是靠热点为生的。早在季云对着医生发疯的那一刻，新闻就已经登上头条。人最讨厌被欺骗，哪怕现在季云真的得了骨癌，大众也只会觉得是他自作自受。昔日涌向季云的同情如潮水般散去，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他懊恼后悔，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得了骨癌，又被季家夫妇抛弃，被大众厌弃，连医院都住不起。勉强在医院待了3天后，季云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被灰溜溜地赶出了医院。也就是在这时，季云想到了我。某日午后，我哼着小曲准备回家，在路上，季云拦下了我。他一把将我拽进无人的小巷，双眼通红地质问我：季飞，是你在背后动了手脚，对不对？不等我回答，他又哭着自言自语：不是这样的，明明不是这样的。在你来之前，我的人生明明很顺利，都是你的错，是你毁了我的一切。季云怒吼一声，表情狰狞地朝我奔来，他手里拿着浓硫酸，想让我和他一起同归于尽。但我反应敏捷，直接一脚踹在他的小腹上。季云被我踹翻在地，捂着肚子，面目扭曲的痛苦哀嚎。他得了骨癌，整日忧心忡忡，把自己弄得神经衰弱，食不下咽。如今身体过于虚弱，以至于被我踹翻后连爬都爬不起来。我抱着胸，饶有兴致地欣赏季云狼狈喘息的模样。季云强撑地爬起来，怒视着我问：季飞，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是占了你18年人生不假，但我又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季云痛哭流涕，好不可怜，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就在他沉浸在悲伤中不可自拔时，我故意把一个残缺的小天使吊坠放到他面前，笑着问：你还记得这个吗？看到吊坠的瞬间，季云目露惊恐，他跌坐在地，像是见了鬼一样，连跪带爬地后退。无人的小巷里，季云抱着膝盖，瑟缩着看向我，语气不敢置信：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将小天使吊坠戴回脖子上，笑眯眯地道：你知道吗？我原本就是为了复仇而来，不是为我复仇，而是为这个小天使吊坠的主人复仇。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被季家认回时，我只是季云亲生父母家最不受宠的大女儿。季云的亲生父母重男轻女，对我动辄打骂，我总是被打得遍体鳞伤，蜷缩在角落独自舔舐伤口。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在大山里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和山里的男人结婚生子。可10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叫周芳，是山村支教老师，一个好人。他将我从那个地狱般的家中救了出来，给我穿新衣服，资助我上学，让我认识了这世上所有美好的一切。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只是1年后，周芳的支教任务结束，必须从我身边离开。临走前，他和我做下约定，一定要努力学习，考到他所在的城市，他会在那里等我。我满心期冀，为了这个目标拼命学习，但我最终还是没能再见到周芳，因为他死了，死在季云手里，死在众人口中。季云撒谎成性，最爱做的事就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原本周芳一个小教师和季云这种首富千金之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但坏就坏在周芳是顾州的班主任，季云暗恋顾州，他的喜欢堪称病态，不能容许任何异性接触顾州，其中也包括老师。周芳只是担心顾州的成绩，多和他说了2句话就被季云盯上了。因为是首富千金，季云整人的门路很多，他恶意造谣说周芳饥渴难耐，背地里胁迫班里的男同学逼他们取悦自己。周芳想要解释，却被季云买通的男同学倒打一耙，控诉他借补课之名故意猥亵自己。众口铄金，周芳百口莫辩，最终死在了季云用谎言编织的网下，因抑郁跳楼自杀。我得知周芳的死讯是在他死亡半年后。虽然周芳离开了山村，但我们之间仍保持着笔友的关系。每隔7天，我就会收到他的信以及他资助我的物资。可那一次，周芳足足半年没有联系我。我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是从他父母口中。2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痛失独女，整日郁郁寡欢，却还是在看到女儿的遗嘱后，立刻赶来见我。他们说，周芳对这个世界早已没有留念，她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可她在意我，她怕我没了她的资助，会被困死在那个小山村里，一辈子出不去。所以在自杀前，周芳写了遗嘱，
希望他的父母能带我走，带我逃离那个恐怖的原生家庭。看着周芳的遗嘱，我泣不成声，但我知道周芳乐观坚强，不是会轻易自杀的人。跟着他的父母离开后，我旁敲侧击地问了许久，并在1年后得知了纪云的名字。首富家的千金唯我独尊，无法忍受所有物被他人觊觎，于是故意逼死了周芳。得知真相的瞬间，我恨不得立刻去手刃纪云，可我知道我做不到。纪云是首富家的千金，身边保镖无数，我连靠近他都难，更别说杀了他。我为此积郁成疾，高烧昏迷了3天。昏睡的那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是纪家的真千金，是纪云夺取了我的人生，害我被他的父母虐待殴打。好不容易被认祖归宗，纪云又察言察语离间我和纪家夫妇，带头在学校造谣孤立我。我众叛亲离，最终在18岁生日那天选择割腕自杀。从噩梦中惊醒后，我看到了一个自称系统的家伙，他说我原本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女，可惜命格被更改，被人为强行更换给了纪云，而我刚刚看到的是我原本既定的结局。但现在系统来了，他说作为被夺走人生的赔偿，可以让我从3个金手指中3选1，顶级的美貌、无可匹敌的财富以及万人迷光环。免费的金手指我一个都没选，反而花了10年寿命从系统那里兑换了假话成真。系统，我要看纪云自作自受，我要看纪云自食恶果。当然这些秘密我一个都没有告诉纪云，我只是晃着那枚曾属于周芳的吊坠，笑着对他说，我是地府过来的阴差，你作恶太多，我奉命过来要把你抓去18层地狱受折磨。纪云原本就因为得了骨癌，整夜睡不好，精神严重衰弱，被我这么一说当场就疯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抱着脑袋躲在角落，求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原谅他。纪云口中念叨着周芳的名字，还有许多我不认得的名字，我将那些人的名字一一记下，最后看着他问，你真的会真心忏悔吗？纪云流着鼻涕拼命冲我点头，会的，我一定会的，求你救救我。他绝望地冲我伸出手，希望我能救救他，可我从来不是救世主。听完纪云的话，我再次按下假话成真。系统，不出所料，他又在撒谎。但他是不是在撒谎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有假话成真系统在，他的所有谎言都会一一兑现。痛哭过后的下一秒，纪云僵硬的起身，不受控制的去找受害者家属忏悔。我也直到这时才具体知道纪云到底干了多少龌龊事。因为不满女生们围着顾周转，上学期间所有和顾周接触超过5次的女生都会被纪云私下解决，她们被造黄谣、被霸凌、被孤立，最后甚至都不用纪云本人出面，那些女生就会因为不堪忍受压力，主动退学，离顾周远远的。心上人身边没了烦人的苍蝇，纪云自然很开心，但他永远不知道那些女生回去后会怎样。因为遭受的心理压力过大，那些女生一部分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整日闭门不出，与社会严重脱节；另一部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有80%以上选择跳楼自杀。纪云被系统控制，极度虔诚的跪地给那些受害者家属忏悔，但没有一个人原谅他。纪云就这样挨家挨户地下跪，挨家挨户地祈求原谅，没有一刻停歇。但并没有人回应他，因为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能够得到原谅。那些失去了子女的父母的痛苦，不是纪云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填补的。那些人的冷漠太过明显，在发现就算自己道歉也得不到答复后，纪云想要摆烂。他不想再和那些受害者家属道歉，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死者都是自作自受，都是他们妄图觊觎他的东西，所以才会落得那种下场。他又为什么要对那些贱民忏悔？纪云想停止道歉，却惊恐地发现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就像是着了魔一般。他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不受控制的一遍又一遍道歉。但直到纪云因为骨癌发作，在无尽的痛哭中惨叫着离世，也没有一个人给予他回应。纪云就这么死了，死在人声鼎沸的街道上，死得悄无声息。我并没有过多留意他，因为即便加害者死亡，受害者也不会死而复生。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的挽留生者，一句简单的道歉理所当然的无法填补人的创伤。所以在纪云死后，我动用纪家的权势，给那些痛失子女的受害者家属打了一笔钱，算是赔偿。我知道金钱无法衡量人命，但在逝者已逝的情况下，一些物质资源可以让留下的人好过一些。如果那些受害者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大概也会感到欣慰。至于那些还活着的受害者，我匿名给他们找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并支付了高额费用，恳请医生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不要让幸存的人重蹈覆辙。随着时间流逝，岁月变迁，在心理医生和家人的开导鼓励下，当年的那些受害者们逐渐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有的重新回归校园，有的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有的找到了喜欢的工作。逝者已逝，但生者长存。某年夏日的午后，看着那些成功走出阴影的少年少女，我笑着摸了摸颈上的吊坠。我想，我应该没有辜负周芳的教导，她没有走出来，但在她死后，我帮助那些和她有一样遭遇的女孩子从噩梦中走了出来。可这样还远远不够，生命有限，但意志长存。一切结束后的某个冬日，我带着行李踏上了去山村支教的道路，因为在那里还有和当初的我一样迷茫的女生，她们都在等待一个救赎的契机。